村支书打算把我们房子前面的梯亭全部种上枫糖李，这样到时候在开花的季节，我们房子前面风景特别好。然后李子的时候也有硕果累累的李子风景。带着基地老板先大概看一下这里的土地，甚至说要把这里的土地全都协调过来种枫糖李。要是这一片种上枫糖李，那就特别的美。开花的季节欣赏花，结果的季节吃果实。这一处是那个张一富的，这些都没得问题。这些都是张一富的。这一处就肥得很。那老婆开完了，我就这几个嘎溜嘎是不好多斤的说。村支书说要把前面的地还有周围的所有的地都拿来种上枫糖李，因为村支书想把整个村寨打造成旅游景区，让大家到这里来有吃的也有玩的。它需要肥料的改善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们那头肥料啊，黄色的，它越黄，它个糖分就越高，意思就越甜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考察这里的土地适不适合。刚刚村支书说它的颜色越黄，糖分越高。那么糖分怎么来呢？就是要看这里的土地酸碱性。如果酸碱性不适合的话，它种来的果实就没有那么甜。但是李子基地的老板说可以用肥料来改变它的酸碱度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阳光充不充足。如果阳光充足的地方，它种植的果实也会甜一些。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用担心阳光，只要出太阳，每个地方都能晒得到。像我们小院里面的那棵橘子树，你看现在果实非常的甜，而且我们还没有改变它的酸碱度，就只是它种在那里的自然酸碱度、自然土地，所以感觉还是挺适合种果树的。就不知道李子和橘子树它需要的养分酸碱度是不是一样的？如果不一样的话，还是得调整酸碱度。阳光这些都是不用担心，自然阳光照射，而且特别充足。就是说不参与，我们也是一种商人做东西，我们这个你也想到起，150分200。现在考察地形，看看这些土地适不适合种枫糖李。但是老板说这里的土地非常适合。枫糖李主要是靠施肥来改善它的甜度，而且这里的光照也非常好。下面那些空地都不会测的，就会搞到下面去定。你说这打下来，这个搞个，如果打挖地啊的情况，大概得要20亩、30亩地啊。你现在整的嘛，人家有。如果谈到那种程度上那种程度，晓得不？如果他不同意，那么就往下减点。对呀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个了，人们都有这种意向。做点嘛，就是慢慢把这房子打理出来嘛，你就还是经济出来的就会带钱了噻。你不用买，从这是我们到过的，每次都可以在这赚，是不是？要种事儿的，没申请把它款项要搞哪样之后，它就好挣了嘛。明白没有啊？这里可以啊，这里就是你不用挖机，现在不用挖机。不用挖机，这个自己可以摘啊。这个自个还挖挖机啊？挖机都要省挖机都要省15000啊。我的想法，像这种哈，铺好了买草泥，铺不是我残叶坪，打了草泥再摘。肯定不用打。你自种的那不摘啊？明理性。你现在打草泥有点用，你这马上冬天来都死。正好，我们就喊他们开个群众会，好，感觉落实了，你就把就是围绕这边搞就行了。但是本身其他地方你硬是船点这边到时候再说。现在已经大概和老板商量好、确定好了，而且老板也愿意到这下面来种李子，觉得李子还是挺不错的项目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们种的那些蔬菜，
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种蔬菜，因为它那个李子树是5米间隔一根李子树，所以到时候应该也是不影响种蔬菜的。就是呀，现在外面这样推他同意了来这一下。他这个是哪个没摘出来？就是些活家的这了，现在不要了。不是，你想他们拿来投没有，拿来整治眼。我看不到边那现在是吧？现现在村支书已这些经开完群众会回来上下来了，以后就可以看一下哪种枫些土糖梨了。地是哪家的。啊，不，这是枫糖梨是吧？不是的，25这里，还是在公路边过来的。好，刚才不把这个。这个也刚刚15米了。这块地一开始说租给我们不愿意租，现在他租给村里面种枫糖梨了。这些都可以种上枫糖梨。上次下暴雨把这里给冲塌了，打电话给村民，慢慢的沟通这些土地。因为开群众会的时候，不是所有人都在场，有好多在外面去上班打工的就没有回来，也没有在场，所以不知道这回事。村支书看着这些土地，知道是哪家的，每家每户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沟通，然后也在跟他们说，这个枫糖梨基地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，请他们相信村里面的人，相信他们这次一定会做成功。村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种下去了过后，到时候如果没有成功，那么这个租金会不会给他们？而且到时候如果枫糖梨基地没有做成功，那到时候处理这些树苗的时候要怎么处理？因为这些都是在种庄稼。如果种上树苗了过后，到时候就是一片的树林，所以再种上庄稼的话就比较困难了，要全部把这些树苗处理完了之后才能继续种庄稼，所以他们担心不成功怎么办？好，现在村支书走了，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已经协商好了，没有问题，就做种枫糖梨的事情也算有一个完美的解决了。我们房前的那块地他们也是租下来的，到时候他们种枫糖梨，我们也可以种菜，因为他们租过来就属于他们的了。我们租的这些地也是免费给他们用，我们不要租金。